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，其实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来，比如会不会排队。在美国，排队是生活；在中国，排队是口号。博洋先生用排队这一细节，把两种社会的精神世界抛开给你看：一个是真诚助人、守秩序的社会，一个是冷漠戒备、各自为战的丛林。一个连排队都像丛林厮杀，连丧礼都变成社交场的国度，一个连婚丧喜庆都沦为闹剧的国度，真的有资格自称礼仪之邦吗？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博洋的《排队国与到底是什么邦》，看看他如何用冷峻的讽刺照出中国文化深处的荒唐与悲哀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，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排队国，美国人是一个比较喜欢帮助人的民族，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，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，而是见机履机的一种行动。除了纽约和一两个大码头地方外，只要你脸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，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。如果你胸怀大志，答曰：对呀，俺正需要帮忙，借5000亿美元周转20年行不行？结果当然不行。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，他阁下恐怕要忙上一阵，总要给你说上一个详细。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博洋先生一样，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，仍然不敢听懂。他可能拉着你东奔西跑，好像你是王孙公子，他是贩夫走卒。博洋夫人因为腰伤未愈，临行时带着一个特制的藤牌做靠背之用。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，始终默默无闻。可是一到美国，他却立刻树大招风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白脸老爷认为他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咔嚓一声折成2截的可能。飞机上、火车上更像龙袍加身，连站都不敢站，刚一欠屁股，就有人斜肩谄笑曰：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？当然不可以，他要去茅坑屙屎，岂有别人可以代屙的？害得他老人家以后只好憋着，以免盛情难却。中国人际之间的关系向来不流行这一套，而且恰恰相反，对乐于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地称之为好事之徒，胆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则现成的形容词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尾随而至，咬定他爱管闲事。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必然的别有居心，所以换到台北街头，你就是蹲在那里上吐下泻，我敢给你打1块钱的赌，恐怕是没人扶你一把。记得去年博洋先生跟一位美国朋友西格里曼先生在台北看电影，一位观众老爷忽然口吐白沫，从座位上栽倒在地，电影院来了2个人把他架了出去，用不着多问，当然是送医院去了。谁知道散场后一瞧，他阁下竟原模原样被扔到侧门通道的水泥地上，好像他不是龙的传人，而是从蚩尤部落捉来的俘虏。人潮虽然汹涌，却无人为之注脚。西格里曼先生大为吃惊，叹曰：中国人跟纽约人差不多了，这么冷漠无情。他阁下没说跟美国人同样冷漠无情，是他聪明之处，否则我这个爱国心切的中国老汉可能认为他比喻不伦，语带讽刺，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。他之所以特别提出纽约，因纽约是不忘本人物的大本营，据说外国人占纽约人口的4/5，以致美国人一提起纽约就誓不承认是他们的城市。然而身为中国人，身在中国地，要想帮助别人也不容易。博洋先生在《猛撞酱缸集》中就努力嚷嚷过，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，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，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。好事之徒，爱管闲事，别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，只要对方有助人一念，乱奴立刻齐发，见血封喉。吾友杨熙凤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，他阁下经常载我二老前往闹市兜风。一个雨天黄昏，载得一位落汤鸡女人在车上不停发抖，
牙齿咯咯猛响。杨熙凤先生虽动了不忍之心，正好他太太叫他从洗衣店取回来毛衣毛裤，乃建议曰：小姐，你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一换，等你到家再还给我。那女人一听要他脱光，立刻杏眼圆瞪，吼曰：色狼，你要我报警呀？把他阁下气得马上就咒他害感冒兼3期肺炎。另一位朋友李瑞腾先生乃中国文化大学教堂教习，一次在公共汽车上，一位女人遮阳伞柄掉了，对不起，又是女人，眼看就要踩个稀巴烂，他赶忙捡起，巴巴地送到后座，交还于他。感谢观世音菩萨，这次那女人比较有文化，没骂色狼，但也没有谢谢，只用死鱼般眼珠猛瞪，一语不发。李瑞彤先生只好大败，向我叹曰：老头，你说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？呜呼，中国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，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胄，只露出冷漠猜忌的2只大眼，心神不宁地向四周虎视眈眈。回头介绍伯阳夫人的藤牌，这藤牌功用可大了，不但惹得杨大人处处效劳，甚至遇到排队也总是让他排到前面。夫排队者是人类文明外在的寒暑表，从一个国家的排队秩序可以准确地判断他们的文明程度。我在美国只2个月，就想提议把美利坚合众国改成美利坚排队国。盖美国排队不但泛滥，而且已造成灾难，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两道朋友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到排队上。上飞机排队，下飞机排队，检查行李排队，交验护照排队，买邮票排队，寄封信排队，窗口买票排队，付钱取钱排队，等公交车电车排队，上公交车电车排队，去厕所排队。最使人不耐烦的是，无论大小饭铺也要排队。对于排队绝不是吹牛，我可不在乎，不但我不在乎，全体中国人都不在乎。不过美国排队跟中国排队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不相同，这就跟美国的斑马线跟中国的斑马线大不相同一样。盖中国人排队只是一种学说，美国人排队却是一种生活。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，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，可是车子一到，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，立刻土崩瓦解，争先恐后。英雄人物杀开血路，跳上去先抢座位，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，头肿脸青。真不知道当初辛苦排队干啥，为了抢一个座位，或为了怕挤不上车，来一个猪突狼奔还可理解。我查了一下这个词的定义，说的是如野猪冲撞，似饿狼奔窜。而对号火车汽车座位是铁定了的，既飞不掉，又不把别人的屁股带钢钉。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。美国人好像一生下来就注定排一辈子队，所以也就心安理得。大概中国因为人口太多之故，排起队来，鼻孔紧挨后颈，前拥后抱，搂衣相接闻喘息，满怀暖玉见肌肤。远远望之，依然一串亲密的战友。指杨大人排起队来，无精打采，稀稀拉拉，遇到车辆出入口或街口巷口还会自动中断，一派凄凉光景，不禁为他们的国运悲哀。在纽约时，一位朋友叫我去陪他去一家以拥挤闻名于世的银行取款。我心里想，这家伙准听说过我在台北挤公交车的武功，叫我异地扬威，自当奋勇图报。一进大门，只见柜台一字排开，每个柜台只有一个顾客在那里击鼓，心中大喜，一个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后。想不到朋友却像抓小偷似的，施出锁喉战术，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。不但不为他的鲁莽行动道歉，还埋怨曰：老头，你干啥？我没好气曰：我干啥？我排队啊！自从到了你们贵国，俺可说是动辄得救，排队也犯了法。他曰：倒没犯法，是犯了规矩。原来柜台前面有一条线，跟飞机场检验护照的那条线一样，后面的人都得站在那里，不经召唤，不得乱动。而那里已经排了50-60人，他们要等到柜台前顾客走了之后，柜台老爷老奶玉手轻招，才能像跳豆一样跳过去补缺。呜呼，美国立国的时间虽短，规矩可真不少。
如此繁文缛节，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他们的民心士气。然而最可怕的还是大小饭铺也要排队，这就太超出我伟大的学问范畴。自从盘古开天辟地，从没有听说过饭铺也要排队的。伯老在旧金山第一次到饭铺吃饭，一走进去就被老七拉出，根本无队可排。当然大不进场，拉来拉去怎地？谁知既令鬼也没有一个，也得站在那里等待侍女像领尸一样领到座位之上。如果没人来领，就是当场饿死也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印象最坚强的是大峡谷之夜，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晚上仍开张的小馆，那小馆倒皇恩浩荡，特免排队，但客人们必须先到柜台登记尊姓大名，然后蹲在门口听候传唤。侍女老奶一出现，大家把她当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圣母玛利亚，张着祈求盼望的大眼，惶恐不迭地望着她，听她张金口吐玉音，传唤某某先生可进去了。某某先生和他全家大小立刻欢声雷动，大喊大叫。咦，何必多此一道手续？台北就绝对不是这种景气。一对恶嫖杀到饭铺，明明客人已满坑满谷，照样深入虎穴，捡一张看起来杯盘狼藉快要吃完了的桌子，把它团团围住。桌上食客对这种阵势早已司空见惯，任凭恶嫖们怒目而视他们的尊嘴，他们的尊嘴仍细嚼慢咽，气不发喘，面不改色。最后兴尽而退，恶嫖们升级为座上客，另一批新恶嫖又汹涌而至，再围在四周恣意参观。非洲草原上胡狼歪着脖子看鳄鱼大嚼的镜头重新上演，好不刺激。最伤心的是，美国的很多中国饭铺也逐渐染上这种恶习，放弃了我们传统的看吃文化。人人都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，我的意见有点相反，仅只排队就能把人排得精神分裂。摘自踩了他的尾巴。到底什么邦？仅看纸上作业，中国是礼仪之邦，但在行为上我们却倒退到蛮荒。我最大的心愿是，愿中国最早成为礼仪之邦。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。一位朋友吹胡子曰，依你的意思，中国现在是冒牌的礼仪之邦了。博洋先生曰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当冒牌的礼仪之邦，而简直是原始的蛮荒之邦。一言未了，我顺手把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底下，他才算没有昏倒在地，只坐下来发喘。我想发喘的爱国之士一定层出不穷，这就空口无凭，必须请贵阁下不要用情绪做直觉的判断，让我老人家先领你参观参观。第一个节目请参观婚礼，既令离婚次数最多的电影明星也都会认为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，否则既利之矣，何必再接之乎哉？盖在生命历程中，结婚乃一项跃进与突破。一男一女离开了所习惯的固有环境，跳到另一只船上，组成以彼此为中心的家，共同掌舵，驶入陌生而使人兴奋的海洋。这是多么重要的改变！所以无论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或西洋移植进来的宗教仪式，都是庄严的，在庄严和欢乐中充满了这种改变的祝福。不要说古老的了，纵在40年代，乡间婚礼一直都十分隆重，新郎要亲自去新娘家迎娶，或坐轿或坐车，回到新郎家后，一拜天地，感谢上苍的安排匹配；二拜高堂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；三拜天地，拜父母。新郎新娘互拜之后，这时才正式成为夫妇。西洋的教堂具有同等意义，在肃穆的音乐声中，新郎主立圣坛之前，新娘挽着老爹或老哥的手臂徐徐而出。也就在圣坛之前，父亲把女儿，哥哥把妹妹交给新郎，再由牧师或神父以上帝天主的名宣布他们结为一体。然而不知道啥时候开始，大概是清王朝灭亡后不久吧，中国人既嫌磕头太旧式，又嫌教堂太洋派，就发明了四不像，也就是迄今仍在奉行的文明结婚。
婚礼遂不成婚礼，而成了闹剧；礼堂也不成礼堂，而成了巴拉庙。贵阁下听过京戏乎？巴拉庙好热闹，也有老来也有少，也有二八女多娇。贺客很少祝福的心声，差不多都是前来逛庙会的，有些更东奔西跑，寻朋觅友，眼目中根本没有婚礼，只有社交。盖大家虽然同住一个城市，却往往2年3年4、5年不见一面，只好把结婚礼堂当作酒楼茶馆。于是叽叽喳喳，人声鼎沸，约典礼后打8圈麻将者有之，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。至于叙叙离情，打听打听消息，感慨感慨年华老去，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更属平常。证婚人在台上满腹经纶，声嘶力竭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，连他自己都听不见。而介绍人者往往是旱地拔，临时拔出来的，故不知道新娘姓啥，也不知她所担任工作的神圣性，偶尔还扮演一下打婚角色，把闹洞房的一套端出，当着家人亲属的面满口下流黄话，猥亵的程度使美国花花公子的编辑老爷听了都得向派出所报案。老丑小丑碰碰挤挤，说他是菜市场还算积德，乃是亲友蒙羞，上苍垂泪之长也。第二个节目，请参观丧礼。死亡比结婚更是人生一件大事，一个人可能结很多次婚，却只能死一次亡，那是生命的终结，永远的终结。抛下他一生辛辛苦苦奋斗的成果和挚爱的亲眷，撒手归西。殡仪馆是他旅途的最后一站，过此一站，便永远停留坟墓中央。丧礼的气氛不仅庄严，更无限悲伤。古人吊着大乐，只是乐丧礼的仪式合理，并不是高兴他死得好，死得妙。然而现在流行的丧礼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是，吊客一进门，先到灵前鞠躬致祭，家属在灵旁跪地磕头，悲痛时还有哭声，尤其是母老子幼的孤儿寡母，哭声更断人心肠。可是该吊客一转身，家属哭声还没有停止，他就一个箭步跳到另一个吊客跟前，大喜悦：哎呀，伯老，好久不见了，看你面团团若富家翁，把老朋友都忘了。伯阳先生也大喜悦：我正在找你嘞，总是被他妈的一些红白帖子缠昏了头。走，咱们找地方摆摆龙门阵。走到门口，迎面又来一物，2个冷血动物立刻撅起屁股曰：部长大人呀，你老人家安好？部长大人则点头含笑，握手而进。2个冷血动物顾不得走了，正在尾随陪笑，其他吊客已一哄而上，礼堂也就变成了社交俱乐部。其实既令没有此以物驾临，丧礼也是婚礼的翻版。吊客们很少怀着悲痛悼念的心情，差不多也都是前来逛庙会的。于是结婚礼堂的镜头在殡仪馆中回放一遍，叽叽喳喳，人声鼎沸，约典礼后打8圈麻将者有之，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。至于叙叙离情，打听打听消息，感慨感慨年华老去，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更属平常。孤儿寡妇在灵旁顿首痛哭，声嘶力竭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，连他们自己都听不见。事实上，殡仪馆既成了社交场所，自然呼朋引类，而呼朋引类，自然他乡遇故知，自然笑容可掬。杨大人常抨击中国人麻木冷酷，恼羞成怒之余，也只好发喘：呜呼，殡仪馆之地，孤儿寡妇伤心之地，上苍痛心之地也。第三个节目，请参观餐馆。餐馆是中国人礼仪最茂盛之处，也可以说所有礼仪的精华全部集中在餐馆的2战之役。第一战是避位之战，有资格做首席的家伙，他就是主客，大都属于位尊多金之辈，好像首席上埋伏着一条毒蛇，该家伙发誓不肯上座。于是其他各色人等，包括主人在内，群起而推之，群起而拖之，群起而高声吆喝之，该家伙口吐白沫，抵死不从。有些人眼疾手快，还来一个先下屁股为强，一屁股坐定，呐喊曰：这就是首席了。
有的与被告打败之后，只好委屈万状坐上去。在这里加一句，中国山东有主客、主陪、一陪、二陪等等，还有鱼头对着谁等等垃圾讲究，也是很恶心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等到首席坐稳，次席、三席、四席，每一次席都要杀声震天，闹上10数分钟或数十分钟，才能尘埃落定。席间你敬酒，我敬菜，又是一番混战，能把人累死。这且不表，表的是曲终人散。第二战爆发，那就是闭门之战。大家像企鹅一样拥在门口，好像门槛之外就是深不可测的陷阱，只要迈出一步，就会跌下去喂狼。于是你不肯走，他也不肯走。做首席的家伙这次拿定主意，纵被分尸也不前进一步。于是一阵喊声震天，该家伙终于在挣扎中被轰了出来。年老色衰之徒立脚不住，还可能被轰得尊嘴啃地。上面不过是昏昏大者，至于其他种种，也无不触目惊心。好比贵阁下去百货公司买件衬衫吧，公共汽车站排队就会首当其冲。呜呼，一个国家是不是礼仪之邦，在排队上可一目了然。而中国公共汽车站的排队到今天都有益于外移，该外移是排成一条线，指中国同胞挤成一大堆，车子还没停住，群雄立刻就人海战术一拥而上，挤得大人跳小孩叫。贵阁下如果认为这里真是礼仪之邦，然后循规守矩，恐怕一辈子不但上不了车，还要被骂为白痴。假使你勃然大怒，不坐车了，安不当车，那么拐弯抹角时问问路试试。好不容易找到百货公司，女店员一个比一个火眼金睛，你本要买16寸领口的，她就有本领把13寸的卖给你，胆敢拒绝，晚娘脸立刻出笼。假如你胆大如斗，第二天去退货，火眼金睛马上变成青面獠牙，你能活着逃出，算你三生有幸。太多的中国人身上都是倒刺，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。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仪之邦。我想仅仅看纸上作业，古书上倒是说过中国确是礼仪之邦，但在行为上，我们的礼仪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。如果不能实践礼仪，再写3000万本书，再写3000万篇文章，蛮荒仍是蛮荒。摘自早起的虫儿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分享了排队国和到底是什么邦这2个小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